2025年93大阅兵还没正式登场，彩排画面已经刷屏了。这次最受瞩目的不是老掉牙的坦克方阵，也不是火箭炮齐射，而是3个正常武器：歼20隐形战机、东风41洲际导弹以及无人机蜂群。这些武器在官方宣传里被包装的气势磅礴，歼20是隐形杀手，东风41是一击制胜的战略王牌，无人机蜂群则被视为未来战争新形态。但问题来了，这些装备到底是真实战力还是舞台幻象？和美军同类型的武器相比，差距究竟在哪里？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时海卫星，我是小峰。接下来我们先说歼20，中共把它捧成足以抗衡美国 F-22 猛禽的隐形杀手，但真一比高下立判。F-22 的核心是全球最先进的 F-119 推力矢量发动机，能做眼镜蛇机动，还能超音速巡航。而歼20的心脏多年靠俄罗斯 IL-31 撑场，直到最近才装上国产涡扇15，但依旧推力不足，故障率高。结果就是外表是5代机，性能更接近4代半，而真要和 F-22 或 F-35 对上，恐怕只能当陪练。再看东风41，中共吹它射程 1.2 万公里，能覆盖美国全境，还能带多弹头，号称洲际快递。可问题是，美国的民兵3早就部署超过50年，可靠性 90% 以上，误差控制在100米级，现在还全面升级成哨兵 ICBM， 射程、精度、载荷全领先。相比之下， DF-41 虽然阅兵时气派，但能不能准确击中，能不能长期维护，外界普遍怀疑。最后是无人机蜂群，彩排画面里上百架小无人机同时升空，看着像科幻大片，但别忘了，美国早在2016年就用 Perdix 无人机做过蜂群实验，能自主决策，互相协作。而中共的版本目前更像空中表演队，同步飞没问题，但真遇上电子干扰，可能就会像放飞的气球一样四散飘走。阅兵场能吓人，战场上顶不顶用是个大大的问号。总的来说，这场阅兵更像一场军火秀与政治秀的混合体，舞台效果满分，但真要比拼实力，差距立刻暴露。长期以来，中共的现代化武器有2大特色：外形先进，性能落后。以歼20来说好了，虽然外观看似先进，但其核心发动机一直不稳定，长期靠俄国技术支撑，结果就是外表5代战机，核心3代战机，展示后就消失。比如2019年阅兵亮相的无人潜航器与部分宣称的高超音速武器，在展示完后几乎没有公开实战、量产等消息，让这些武器更像一次性的舞台道具。除了武器的2大特色以外，后勤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像补给就存在很大的缺陷。因为现代战争拼的是持久力，美军之所以能在中东持续作战，靠的是庞大的后勤网络，但中共军队在这方面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而这种情况在阅兵仪式中是看不到的。例如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过程中，有中共士兵冻死在高原，甚至有因为缺氧缺粮造成的伤亡，这种情况在阅兵场上当然是看不到的。还有中共海军在执行远洋任务时，因为补给船只不足，导致舰艇常常需要靠外港补给，无法完全自主支撑长期行动。最后最关键的就是指挥体制僵化。中国社会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流行学习习思想，听习主席指挥，这在官场可说是政治正确，但对战场来说就是个大麻烦了。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大小事都要层层请示，那么前线根本无法灵活反应。
这种中央集权式指挥在和平年代能展现官员的忠诚，但真打起仗来就会是场大灾难。在虚假风气盛行的中国，就连春晚都习惯性作假，那在阅兵这种严肃的舞台，零失误是可以想见的。只是当军事行动与演习上升为实境秀时，问题常常就会暴露出来。例如2020年中共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边境发生的冲突，中共虽然对外宣称取得胜利，但真相是双方互有伤亡，甚至出现士兵赤手空拳用石头棍棒对打的荒谬画面。这充分说明装备虽多，但后勤与战术支援严重不足。同时有许多报道指出，中共军人因为缺氧缺粮，战斗力迅速下降，还出现冻伤与后勤崩溃。而在2020年5月中旬，一次海拔4000多公尺高山上的小型冲突中，中共军用吉普车东风猛士还发生被印度军队用石头砸穿车体的事件，并在稍后引发了对中共军车钢板偷工减料的调查。据爆料，中共东风汽车在制造军用车辆时，将特制厚钢板替换成较薄且强度不够的普通钢板，导致数千辆军车装甲不合格，并在这次被石头砸穿的事件中遭到揭露。东风猛士军车原本在宣传时就提到车体装甲具有防弹功能，能抗步枪、机枪射击和小型炮弹爆炸，但一颗石头就拆穿了这个假象，成为中印冲突代表性事件之一，也揭露了共军军品采购和装备制造的贪污弊案有多严重。在当前气氛紧张的南海，中共虽然不断展现自己的武力，但也意外频出。今年8月11日，中共海军驱逐舰桂林号052 D 型与中共海警3104号南域舰，因为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追逐菲律宾巡逻艇苏禄安号，在试图夹击菲律宾船只的过程中发生高速相撞事故。中共海警3104号舰首严重受损，船体凹陷约10米并失去动力，而桂林舰左舷受到轻微损伤。此次碰撞事件除了反映出中菲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也暴露中共海军在高风险海上行动中的指挥失误和船舰操作问题。不止如此，2016年，一艘中共潜艇因机械故障紧急浮出水面，引发国际关注。2018年，一艘驱逐舰几乎与美舰相撞。同时2024年5月底，中共一艘最新型的洲级041型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沉没，也被美方官员和多家媒体报道并证实，对中共海军核潜舰建造计划造成重挫。该潜舰沉没后，中共方面极力掩盖，没有对外公开事故原因和是否装载核燃料的情况。但这起沉没事件暴露出中共海军在核潜艇设计、制造与训练上仍有不足，同时引发对中共国防工业监管和内部问责的质疑。除了任务频繁发生意外，军演也无法避免。2015年，中共军队一架歼7战机在广东训练中坠毁。2016年，歼10战机在河北坠落，飞行员遇难。2019年，歼11坠机事件震动空军，却被迅速压下。火箭军的导弹试射也传出多次失败，有爆炸影像在地方居民手机中流出后遭删除。因此，或许阅兵可以达到全程零失误，军演缴出来的却是一份事故清单。除了阅兵的假象，中共还热衷于在历史叙事中加戏。2021年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共建立100周年的电影大片之一，中共官方媒体认为该片是抗美援朝的史诗巨作，因为该战役重创美帝。但事实是，苏联提供了飞机与飞行员，中共才勉强支撑，且战争最后以停火收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最关键的是，中共军队死伤数十万，
却被包装成辉煌成果。还有1979年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被宣称为大胜，但实情是中共军队只占领几个边境城镇，却为此付出大量伤亡。讽刺的是，中共官媒并不敢让人民知道，越南人至今仍把这场战争视为抗中胜利。除了擅长制造战场神话，中共在自主研发这个领域也不遑多让。像今天的歼20航母、导弹全被包装成中共制造，但就像前面提到的，歼20的发动机一直是靠俄罗斯支撑多年。引以为傲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更是直接把苏联航母的残骸拖回来之后翻修而成。至于战场新兴无人机，有不少则是以美国与以色列技术为蓝本。靠着这些神话支撑出来的武器，让中共在阅兵场上光芒四射，但在国际军事专家眼中却常被视为山寨军工展。有趣的是，中共制造的武器由于价格便宜、技术门槛低且无政治限制，让许多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广泛采购，但不止在实战中表现不佳，造成买家血本无归，就连日常维修保养的难度都很高，使得这些买家还私下成立群组，互相交流彼此维修的小妙招。虽然增进了买家之间的友谊交流，却也影响了中共武器在国际上的声誉。今年的93阅兵看起来像是一面镜子，镜中映照出的是完美的中共军队，装备先进，士兵威武，领袖自信，但镜子外展现出来的却是有苦难言的窘境，事故频繁，后勤不足，指挥僵化，历史虚假。这就像是一场政治安慰剂，用来巩固国内信心，并吓唬全球的民主国家。可悲的是，真实战力从来就不是靠喊口号和走方阵建立起来的。中共军队的确进步了，但与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还有很大的差距。93阅兵办得越隆重盛大，反而越透露出中共对自己政权不稳定的焦虑。这场表演看似是恐吓外界，但实际上更着重在麻醉国内民众。因此，中共的阅兵本质就像春晚，可以为声光效果鼓掌，但千万别信以为真，否则等到让子弹飞的时候才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里是大时局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